玄学小师弟，订阅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学小师弟，今天讲一个天才的故事。这个天才怎么评价呢？很难讲。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遇到过这种人，他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，也没有特别高的颜值智商，却总能在各个场合如鱼得水，游离在各个利益圈里，不管朋友还是敌人，都说他人不错，而且他没有什么善恶观，属于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。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的一个高中同学。之前说过，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过去的人，连毕业照都没照过，更不要说同学聚会什么的了。后来大学退学后，独自在各地闯荡，更是几乎和所有同学断绝了交往。以前老满大哥就经常批评我说，我这样不行啊，人不能活毒了，举世皆浊我独清那种。看着好听，其实大家都当你是申警兵。我其实哪有那么清高啊，我只是不太喜欢和人交往而已。而且说实话，时代变了，不需要处心积虑处邻居处同事的，自己自由自在过日子也挺好。前几天我受邀参加苏州政府组织的晚宴，主持人是一个美女记者，我看了看还是个熟人，高中时坐我前排的一个姑娘。当年她黑黑瘦瘦的，谁也没注意过她，现在看看还不错。她也认出了我，活动结束时她约我坐了一会儿，随便聊了聊，真的是随便聊了聊，微信都没加，也没聊多久，我就赶紧回去给芊换尿布了。其实也没什么好聊的，就随便说说以前高中时的事情。20年前，我是校足球队的第一前锋，我们学校很重视体育，体育明星可远比考上北大清华荣耀的多。那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，就是走在大街上，半条街的人都给你挥手，经常被女生堵在路上塞个苹果的那种。女记者就感慨说，你当年可真是火啊，当时你穿一件韩服在球场上踢球的照片被同学翻洗了上千次，最后翻的都洗不出来颜色了。他就笑说，他当年还收藏了一张夹在纪念册里，还等着我给他写纪念册，结果我连毕业照都没照就跑了。我想了想没印象了，就礼节性的笑笑，端起咖啡喝一口。他就叹了一口气说，当年最看好两个人，一个是我，另外一个是赵坤鹏。听到赵坤鹏，我就问他，赵坤鹏现在做什么呢？他托腮看着我，你猜？我说他应该做了公务员级别，应该不低了。他点点头。28岁的副处级干部的确非常高了。我不太懂体制内的情况，就问他，这个属于很厉害了吗？他说，这个已经不属于厉害了，属于天外飞仙级别了。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下体制内的大概情况。他说，体制内对于升迁等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，从你考上公务员到转正要1年，从科员到副科长需要2年，升副主任科员要3年，从副科升到正科要3年，然后从正科到副处还要3年，3年到副处还要是非领导职务，如果是领导职务的副处起码要4年。他感慨，我说的这个时间已经是最完美的升迁表了，你写穿越小说也不过是这样了，所以你算算要多少年？我算了算，要12年。假设一个人22岁大学毕业，等他成为副处级干部起码要34岁了，那么他如何超越了6年呢？他就笑了说，赵坤鹏同志和你一样，都属于天外飞仙级别的，哪能像我们这样一步步熬年头啊？体制内也会有一些特殊情况可以破格提拔，比如招考破格、少数民族破格，还有团干破格这种。你如果去研究赵坤鹏同志的履历，就会发现他好像预感到了后面会有什么破格，所以提前做了准备，而且不显山不露水的。考前3名就可以破格，他就考第3名。少数民族可以破格，他突然就多了一个少数民族的奶奶，真的是天外飞仙了。我点点头，他确实就是这种人。他也感慨说，每年参加同学会都提前1星期准备，做头发了、美容了，花衣招展的过去，就想见见你们2个，结果你们俩倒好，谁都不去。我说，不参加同学会的嘛，有3种人，一种混得特别好的，一种混得特别差的，还有一种是太监。他就笑，你不一样，你属于落难公子吗？况且你现在也异军突起了，一样属于天外飞仙水平。我说，不，你误会了，我属于第3种人。他就笑得花枝招展说，谁让你写小说从来不结尾啊，你活该啊。我就问他，为什么赵坤鹏不参加同学会？他说，他以前也参加的，蒋海云去世后他就不参加了。我大吃一惊，蒋海云去世了？他点点头说，去世很久了，大学时候就去世了。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，为何他要强调赵坤鹏28岁就升到了副处？那么之后呢？他读懂了我的疑问，点点头说，赵坤鹏也去世了，28岁。突然有些感慨，没想到那些鲜活青春的生命竟然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刻。
我之前说过，赵鲲鹏是一个天才，一个利己主义者的天才。不过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高中生，还看不出来有多妖孽。听他讲完后，我才知道这个妖孽真的是长大了，而且越来越可怕了。赵鲲鹏这个人很难评价，他不是纯粹的坏人，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只能说他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。我举几个例子吧。他高中时是学生会主席，他这个学生会主席是如何来的呢？当时我们的高中校长是一个特别恶心的老混蛋，就是那种经常晚自习找女学生谈话，然后摸人家大腿那种。他还经常晚上去女生宿舍视察，在外面咳嗽一声就进女厕所，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。我们当时不止一次想要打他，事实上要不是他被抓了，我们肯定在毕业时打他了。他被抓是因为猥亵一个女学生，当时我们正在上晚自习，他在学校演播室猥亵女播音员，结果话筒没关，直接来了个全校现场直播，成为了当年最轰动的事件之一。他被拿下后换了新校长上台，新校长上台后就把赵鲲鹏提拔成了学生会主席，给他入了党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那起直播事件就是赵鲲鹏策划的，他当时是播音站负责人，也是他请校长过来指导工作，以及偷偷打开了播音设备。这个事情闹得很大，校长被抓了，那个女生也成了舆论焦点，后来退学了，不知所踪。那个女生就是赵鲲鹏当时的女朋友，这是他第一个女朋友，他当时读高二。也因为这个事情，原本我们关系还不错，后来我就主动疏远了他。我觉得这个人挺可怕的。他高三时又交了一个女朋友，就是上面说的那个江海云。江海云是一个挺好的女生，她近视眼，但是坚持不配眼镜，每次看到你过来都要眯着眼看半天，终于认出你，笑得露出虎牙。每次我们踢球，她都去看蹦蹦跳跳大喊，虽然她根本看不清楚人，然后给我们买很多饮料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父亲是分管教育的主要领导，然后赵鲲鹏就跟他好上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好上的。刚开始蒋海云不太喜欢他，觉得这个人城府太深，而且特别善于假笑，是个伪君子，很像他父亲。很快两个人就在一起了，如胶似漆，分不开了。赵鲲鹏的学习成绩一般，不过蒋海云的父亲亲自出面，学校操作了一下，给他保送到了一所顶级名校。他到了大学才是真正的如鱼得水，海阔任鱼跃。不光担任了学生会重要职务，参加各种活动等，还用极快的时间赚到了第一桶金。他的第一桶金也非常传奇，他们家条件算是挺差的，好多条件差一些的学生暑假都不回家，想着打工什么的赚钱。他暑假也没回家，但是他不打工，他做什么呢？他招生。是的，他去了隔壁一所大名鼎鼎的音乐学院招生。他弄了一个桌子，上面挂了个牌子，写着名师培训等，保你考上 SAIC 音乐学院。有家长过来咨询，他就告诉家长自己家在音乐学院有关系，只要交一笔钱就能保证你能考上音乐学院。说实话，一个小年轻这么说谁也不会信，但是关键是他敢担保。他把学生证拍在桌子上说，要是不成功我1分钱不收，我学生证就在这里跑不了的。他收费也不高，一个人5万块。他收了钱挨个给人打收条，给他们复印自己的学生证，收条上明明白白写着该考生考不上音乐学校，他全额退款。他一个暑假收了小100万，然后他怎么做呢？他什么都不做。是的，他什么都不做，他甚至连音乐学院的大门都没进去过。那他怎么帮别人考进去呢？他什么都不帮，他就赌概率，因为找他花钱的人都是有一定实力的，所以只要有30%的人考进去，他就可以赚30万。他那一年还不错，赚到了40万。拿到40万后，他又借了10万，凑到了50万。然后去找了音乐学院一个知名教授，他把50万全部给了教授，说要跟他合作一个生意。什么生意呢？他告诉音乐教授，校门口最大的一家琴行是他开的，希望音乐教授带学生去他那里买钢琴，卖琴的利润教授70%，他自己30%。他拿出一个提包，里面全是钱，他把钱一捆捆拿出来放在教授桌子上，说这不是预付款，只是自己的一点心意，然后出去了。3天后，教授给他打电话说同意合作，然后他就去找那家琴行合作，说音乐学院那个教授是他家亲戚，回头会带学生过来买琴，让他们把所有价钱全部提高1倍，多出来的钱是他个人的。他甚至教教授如何卖琴。他分析买琴的主要是新生，他们还不太懂，家长也抱有殷殷期望，所以再贵都会舍命买。所以新生入学后，教授先让他们弹一段，不管他们弹得怎么样，都说他的声音有问题。这个问题不怪学生，而是怪钢琴上，他用的钢琴有问题。这个怎么说呢？就说每个人的技法不同，气质不同，所以钢琴也要不一样。
要完美契合自己的气质，才能演奏出来最好的音乐。所以学生必须要换钢琴，要不然他的音乐生涯就完了，也没必要读音乐学院了。孩子回去跟家长一说，家长也着急，想着这个教授说的挺对啊，人琴合一嘛，就赶紧请老师帮忙看看哪个钢琴好。于是顺理成章就带到了那个琴行。他们合作了2年，到了第3年，老教授想单干了，就跟赵坤鹏说了。赵坤鹏也没说什么。第2天，他雇佣了一个学生家长装成去琴行买琴，然后给教授录了音，又找了琴行这边作证，然后一封举报信给他干下来了。他这时候才大2，已经有了很多金钱地位以及荣誉，他获得了学生时代所能获得的几乎所有荣誉，也成为了社交圈的名人，各种圈子里的红人。他筹备了那么多年，就要准备一步登天了。他这一步是打算娶一个红3代姑娘，这种红色背景家庭是很难接纳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外人的，但是他有的是办法，很容易就让姑娘对他死心塌地，加上他绝对好的口碑以及坚韧不屈的精神，也获得了老岳父的认可，所以大学一毕业，他就娶了那个姑娘。也是因为这个终极一跃，他才成为了那个28岁的副处级干部，一个前途无量的新星。我忍不住问他，那蒋海云是怎么死的呢？他说车祸。你也知道的，他是近视眼，从来不戴眼镜。我点点头，这个的确是。他犹豫了一下说，不过有人说他的死可能也和赵坤鹏有关系。我问他什么关系，他说刚念大学的时候，他们俩还是关系很好的。大2时，蒋海云的父亲被双规了，他很害怕，就去找了赵坤鹏。赵坤鹏告诉他不用怕，他会好好对他的，甚至请了几天假一直陪着他。有一次他们2个去逛街，在车流最繁忙的一条街，赵坤鹏穿过马路给他买水，蒋海云在对面等他。过了一会儿，赵坤鹏就招手让他赶紧过去。马路很长，眼看着就要红灯了，蒋海云就眯着眼使劲跑，跑着跑着，赵坤鹏突然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手忙脚乱的接电话，绿灯就变成了红灯，接着就出了车祸。事发后，赵坤鹏哭得几乎昏厥了，跪在地上抱着他，不让任何人碰，然后等路人叫来救护车后，人早就死去了。蒋海云虽然去世了，他父亲也被双规了，但是他每年回家还要去蒋海云家坐一会儿，去他坟上上炷香。后来那个红3代家族去他老家调查时，蒋海云母亲亲自为他担保，说他是一个特别纯粹的好孩子，可以用身家性命担保的好人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。有时候同学聚会，大家聊起他，回想起他当年做的种种事情，还觉得很不可思议。这根本不像一个年轻人能做的事情，更像一个中年人甚至老于世故的老年人做的事情。而且他能坚持那么多年，没踏错过一次，没走偏过一次，每一次都正好踩在了最完美的地方。就连他接人待物都让人感觉如沐春风，非常体贴，哪怕是他的敌人也都对他恨不起来，甚至私交也不错，觉得他是个好人。只是大家立场不同，等他去世后，他的种种事情终于包不住了。大家一件件分析后，都感慨这简直不是一个人，就是一个机器，一个完美的程序。这个完美的明星是如何陨落的呢？癌症，他发病很急，原本只是一个感冒，然后久治不好，就去大医院检查了一下，说肺部有一个很小的结节，不过专家也很乐观，说那么年轻，而且作息规律，他从不熬夜，不抽烟，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。结果做了活检，一看发现是肺癌，而且是晚期第4期，从确诊到去世一共还不到半年。你看机关算尽，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小时候听说唐说瓦岗寨群雄并起，风云际会，哪个英雄最厉害啊？李元霸。李元霸是天下第一好汉，是一双800斤铁锤，骑一匹追风100点万里龙驹，马力大无穷，粘铁如泥，3锤击走第3好汉裴元庆，手撕天下第2好汉宇文成都。这个天下第一好汉是如何死的呢？天收，真的他会潼关遇到雷雨天，大怒之下一锤击天，然后被雷劈死了。所以说愿不可轻许，鬼神不可不信，人还是要有些敬畏之心，坏事做多了，真的会有老天收走你的。